2015下半年科技股还能买吗？嗨，我是学胖，你也可以叫我肖邦。现在普遍的大型科技股股价都很高，估值也都偏高。2015下半年到底该不该继续关注科技股呢？什么时候是比较好的进场时机呢？资讯科技业占全美国股市权重大约是26%，比重是所有产业里面最高的，也是最多投资人感兴趣的一个领域。不过在深入探讨之前，我们需要先来定义一下科技股的范围啊。不过在讲之前，先插播一个小任务，就是帮我按一个赞，这对你来说只需要0.01秒，点一下手指，对吧？但是对我来说，这周熬夜写稿就没有白费了。广义来说，科技类股包含了硬体、软体、电子商务、网际网路、人工智慧、大数据、区块链、量子电脑等等，这些全部都是属于科技业。如果你有在看法人或产业报告，你会发现他们常常提到一个东西叫做 GICS。GICS 是全球产业分类标准 （Global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Standard）。科技股在 GICS 当中属于资讯科技类，而这一类呢，又可以再分成3个次产业，包含半导体业、硬体设备还有软体服务业。那我接下来讲的方式就会按照这样子的分类去走。首先第一类是半导体业哦，半导体就是围绕在晶片上面嘛，包括上游的晶片设计，到中游的晶圆制造生产，再到下游的 IC 封装测试通路等等的。那最具有代表性的公司呢，就是 Intel、Nvidia 还有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。补充一下哦，其实半导体这一块呢是整个科技业供应链的最上游，所以半导体在整个科技业当中是非常关键的，因为它会联动到云端、AI、车用电子，甚至是手机的出货量都会影响到。很多科技股都是靠半导体来驱动的。第二个是硬体设备业，硬体设备业就包括了通讯设备、存储设备、电子设备、电子仪器。那代表性的公司就包括了 Dell、苹果跟 Cisco。最后是软体及服务类哦，软体及服务类就包含了各种的应用程式、操作系统、资料库管理系统、电玩游戏、云端运算、大数据分析、网络安全等等的。像我们很熟悉的微软、Oracle、Adobe 就是这一类的公司。OK， 那定义好科技股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3种科技类股在未来下半年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风险，我们又该注意什么事情呢？首先呢，半导体和硬体设备业在2015下半年主要会面临到的就是关税跟中美角力的问题。例如上半年就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，美国政府限制对中国销售高阶的 AI 晶片，导致 Nvidia 在第1季就提列了45亿美元的费用，毛利率下降到 60%。虽然说这几天又开放了辉达的 H20 进到中国市场哦，不过中美两国关系并不会永远不变，因为两国关系是好是坏取决于人。更不用说川普现在一天一天在释出关税的政策，仔细看你就会发现啊，其实大部分国家的关税都不低，而且还跟4月初宣布的差不多。那除了关税以外，半导体和硬体产业这一块还要注意一个很关键的变数，叫做库存。因为这些公司的产品基本上都不是天天会用的消费品，像是晶片啊、记忆体啊、笔电伺服器等等，都不是天天会用的这种消费品，所以客户通常会进行一次大量的采购，等到库存消耗到一定的程度才会再一次采购。而且这些设备的价格单价都很高，所以销售端如果一放缓，订单减少，马上就会造成库存积压。这个时候清理库存的时间就会拉长，厂商会晚一点再来进行采购，连带影响到半导体、硬体等等的上游厂商的订单。很多伺服器厂商、资料中心企业在过去1年因为 AI 议题的热度非常的高，就疯狂下单去买 GPU 建伺服器、拉晶片的库存。但库存是需要时间消化的，如果用的没那么快，需求还没有落地，公司就会开始踩刹车，先消化这些原本现有的库存，减少下单的速度跟次数。再加上2025上半年美国整体的利率还维持在一个高档，关税的不确定性也还在这种情况下，公司就不太可能很积极的去补货，很积极的拉库存，反而他们可能会想要先把现在手上的这些还没有卖完的存货卖掉，再来看看状况。而软体类股就比较不受到关税的影响，毕竟他们不是以实体产品为主嘛，关税影响相对小，毛利也相对比较高。但是由于2015上半年美国经济仍然是笼罩在一个高利率的环境之下，企业是有压力需要去控制他们的资本支出的。因此呢，下半年如果利率依然维持这么高的话，势必就会影响到企业投入研发的资金。而一旦企业决定减少资本支出，导致景气转弱，就会出现延后采购或者是要降低云端储存运算支出的一个现象。另外还有一件事也蛮值得观察的，就是 AI 产业正在从建设期慢慢要转向商业落地
地期。去年有很多公司大撒币去买 GPU 建造云端系统，但是现在有些公司开始在控制他们的资本支出了，因为要面对投资回报率的压力，谁越能够落地应用，谁就越有本钱去投资 AI 建设。所以你会发现啊，现在 AI 题材的那些股票，不是拼谁砸最多钱去买那些最厉害的设备，而是拼谁可以先把这些技术应用落地，吸引到更多的客户，进而变现。另外，根据数据资料显示，科技类股目前是美国所有产业当中预估本益比第2高的。红色代表6月数据，蓝色代表7月数据。目前预估本益比最高的是房地产，第2高的就是科技股，高达 29.22。也就是说呢，目前有非常多的科技股，它的股价涨幅其实是超过它获利增长的。这种现象，华尔街把它称作估值扩张，意思就是呢，市场愿意用更高的本益比去购买同样的获利的公司。可是当2025下半年如果利率还是维持在这么高的话，甚至如果关税导致真的成本上升的话，市场对于未来的信心一旦开始有一点点的动摇，本益比就会缩，股价修正的空间自然也就会大。所以总的来说呢，以整体的科技业而言，要小心估值的修正，毕竟现在有非常多公司的估值本益比都非常的高。那以次产业的角度来讲的话，有实体产品的这些半导体公司、硬体企业，在2025下半年要特别注意关税、中美贸易战、中美关系以及库存的问题。怎么有点像唐老师啊？而没有实体产品的这些软体公司呢，下半年就要注意利率变化、资本支出。AI 产业则要特别关心公司的技术是否能够落地应用。那如果你希望能够及时的掌握这些经济的大事，时时刻刻可以去关注科技股的一些最新动态的话，那我推荐你使用 MyTrade。MyTrade 有一个蛮酷的小工具叫做 MyTrade GPT， 它会自动把过去24到46小时的一些重点的新闻整理在一起，成为一段小小的短文。那透过这样子的小文章呢，你就可以快速的去吸收美股市场上的一些最新动态、最新的资讯。你可以利用每天的通勤时间、午休时间，或甚至是开盘之前打开来快速的扫描一下，那你就可以很轻轻松松的掌握美股的最新讯息。你如果觉得网络上资讯量太多太杂，自己看新闻又太麻烦太花时间，同时又很想要持续的关注科技股下半年的趋势，那这个功能会蛮省时的哦。另外我觉得 MyTrade 还有4个优点。首先第一个优点呢，就是它的操作界面还蛮直觉的，尤其是内建的这个 TradingView 的图表模式还蛮好用的。MyTrade 跟 TradingView 有合作，你在手机或电脑上看盘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直接切换到我现在让你看的 TradingView 的专业图表模式，上面的所有交易指标、技术指标都是免费开放使用的，包括 EMA、KD 线、布林带、MACD、RSI、KDJ、CCI 等等的指标，你都可以免费使用。第二个优点是 MyTrade 有支援信用卡出入金，只要你有 Visa 卡、Mastercard 就可以直接出入金了。那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亚洲用户来说还蛮友善的，你不用换美金，也不用转账，省麻烦，也不用再跑一趟银行，所以真的是缩短蛮多时间的。第三个优点是 MyTrade 有一个财经日历的这个功能，可以看到一些近期比较热门的经济数据资料，包括像是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变化、美国 ADP 就业人数变化、欧元区失业率等等，还有一些重要的数据事件，像是美联储的谁谁谁即将在什么时间点发布什么样的谈话等等，这些国际上的头等大事，在这个财经日历里面基本上你都可以看得到，而且你就可以很快的知道说，最近即将要有什么事情会发生了。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 MyTrade 有受到国际机构的监管，提供100万美元的客户资金保护政策。我知道多数人使用海外券商最担心的就是钱可能拿不回来的问题，但是 MyTrade 有这100万美金的保障政策，所以基本上呢可以安心的使用。那 MyTrade 我个人使用起来整体来讲还算蛮顺手的，不过有一个小小缺点，就是当我要找一些比较冷门比较小型的股票的时候可能会找不到。除了这个小缺点以外，我觉得大致上都还不错。另外 MyTrade 还拿下了几个不错的国际大奖，包括2065年欧洲最可靠经纪商、全球最佳数位客户体验经纪商、澳洲最佳外汇经纪商。如果你也想要使用 MyTrade， 现在透过我的连结注册还可以领取100块美金的奖励，只要你完成下面3个任务就可以领取。第一，完整填写你的账号资讯就可以拿20块美金。第二，完成身份验证可以再拿30美金。第三，第一次入金还可以再拿50美金。这个入金金额并没有任何的限制哦，只要是第一次入金都可以领取这个奖励。总共100美金的奖励，在有效期内完成一定的交易任务后是可以直接提领的哦。MyTrade 网址我已经放在影片下面的资讯栏了，有需要的朋友你都可以自己去注册使用哦。
OK， 工商时间结束。那接下来你可能会想要问我，如果我真的很想要买科技股，那下半年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进场呢？什么时候是比较好的时机呢？当然，最理想的状况是所有的风险都消失了，什么关税啊、利率啊、地缘政治啊、经济不稳定啊，全部都解除，那就当然就可以买。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啦，这些风险要完全全部消失是不太可能的。所以啊，在2025下半年呢，你可以用模拟情境来做一个辅助判断。比如说乐观的情境，最乐观的情境是像这样子，可能是通膨下降，经济非常的稳定，也确定降息了，关税完全没了，消费非常的强劲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你就可以考虑进场。再来是中性情境，什么是中性情境呢？简单来说就是可能是利率还卡在高点，但是整体的经济环境还撑得住，那就是等体质好的个股跌到便宜的区间再上。再来最惨的就是悲观情境。那什么是悲观情境呢？简单来说就是经济衰退，风险升高，中美贸易恶化，那我们就抱着现金等到崩了再说。所以这时候呢，你要遵循2个步骤，下半年投资才会比较安全哦。首先第一个步骤当然就是要确认公司的体质，毕竟科技股也不是每一间都是好公司嘛，不是每一间公司都值得投资，这应该不用我多说了吧。你至少要确认这间公司的获利不错，现金流也还撑得住，否则真的有一个万一，我说万一哦，例如说通膨再起，利率高涨，那起码你要确保你投资的公司是撑得过去的啊。第二步是抓到便宜的进场价格，像我自己，我是会用黄金价位来判断买点，绝对不会凭感觉乱进场。毕竟现在估值这么高，我不觉得凭感觉乱进场在2025下半年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。那如果你不会用黄金价位，你也可以自己去算估值，自己去观察本益比的变化，这些都是可以的。另外有时候我也会去搭配看一下10年期公债殖利率、 VIX 的波动率，还有科技股 ETF 的一些变化，这些都能辅助你去判断大环境到底撑不撑得住这样子的高估值。总之绝对不要冲动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，记得要帮我按个赞。那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未来的内容，也要记得来订阅我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下集影片见，拜拜。